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。爱吃黄桃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了，趁着黄桃大下市的时间，一定要多做一点黄桃罐头，让家人和孩子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自己做的健康无添加的罐头。但是自己做的罐头放不时间长，很快就会坏掉。其实那是你不懂做黄桃罐头的步骤和技巧。今天于姐就用2种方法来给大家分享做黄桃罐头的方法和技巧。学会了以后，做的黄桃罐头和卖的一样哦，放半年也不会坏。最关键的还是最后的一步操作。今天花了25块钱在网上买了1箱的黄桃，这个连箱子呢是10斤重。我们来看看黄桃怎么样。看到黄桃呢也是挺大的，但是呢有一点点的生。其实做黄桃罐头啊，生一点还是比较好一点，太熟了果肉太软，不适合做罐头。首先把黄桃放在清水里，给它清洗2遍，把上面一层白毛毛给它洗掉，不然的话身上会痒的。不怕过敏的姐妹们也可以直接给它放在菜板上，像我这一样使出蛮力给它切成2瓣。黄桃洗好以后，放在通风的地方给它晾干表面的水分，以免在削皮的时候打发。趁着沥水的时间，我们把玻璃容器放在锅里面给它煮一煮，消消毒，等一会儿备用。黄桃晾干水分以后，给它放在菜板上，用刀顺着黄桃的纹路给它切一圈，然后用手一拧，然后再一掰，就2瓣，特别的方便。掰不开的可以使出蛮力，用刀使劲一剁，就2瓣。剁开以后，用一个去核刀把里面的核给它去掉。没有去核刀的，也可以用一个孩子吃饭的小勺子，给它挖一圈以后，也可以给它取出，那样也是一样的。桃核挖掉以后，用一个去皮刀把外皮给它削掉。看到这里，网友可能又要说我了，于姐啊，你是有点笨啊，去皮有那么费劲吗？往开水里面一泡，等一会儿一剥，不全都掉了吗？啊，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我来试试吧。咦，出了邪了，轮到我怎么就不灵了呢？剥不掉不说，而且养分还流失。哎，又失败了。我信你一个大头鬼哦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来削皮吧。哦，对了，开水里面加一点火碱就容易去皮了，但是那样破坏营养也不利于健康呀。反正我是不那样干。先不管它了，先把去皮的桃肉给它放在清水里，给它清洗干净。其实桃肉也挺干净的，给它清洗的目的就是上面沾的有桃毛，随便给它清洗清洗，给它捞起备用。现在把我们消过毒并且又沥干水分的玻璃罐给它取出，把每个玻璃罐里面加200克的冰糖。我们这个玻璃罐呢，净装可以装1500克，也就是连水带料可以装3斤的黄桃。冰糖加完了以后，把我们削过皮的生黄桃肉压紧，给它装在瓶子里面，然后呢再加凉水没过黄桃，水呢尽量加多一点，里面空气少一点，再把盖子给它拧紧，拧紧完了以后给它翻过来，给它放在锅里，水呢加多一点，给它盖住盖子，给它煮开以后再转小火煮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要是商用做罐头，放上防腐剂、添加剂，瓶口朝下，然后放上这样的大蒸汽炉里面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煮开以后打开盖子观察一下，瓶子一定要头朝下站稳，不能倾斜，倾斜它就会容易进空气，里面的水也容易煮出，那样放不时间长就会坏掉的。千言万语说百遍，不如真操实练演一遍。为了给大家做演示，这2瓶我给它平放在锅里，多加一点点的水，然后给它煮开，让大家看一下这样行不行。先开大火给它煮开，水开后转小火盖住盖子再煮20分钟，再来看一下我说的到底灵不灵。让大家近距离的观察一下，头朝下煮的这一瓶罐头里面冒小泡泡，就是把里面的空气排出，但是里面的水不会少。恰恰相反的是，瓶子躺着蒸的，里面的水少了，气却胀得鼓鼓的。不信你自己看一下，里面的水少了很多哟。既然这样做法是不行，我们给它捞起来，重新给它放回锅去。我们再来分享第2种做法，在无水无油的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，然后把我们削好皮的黄桃给它倒进去，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适量的冰糖。喜欢吃甜一点的呢，可以多加一点，不喜欢吃甜的呢，可以少加一点，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。
冰糖加上以后，开大火给它煮开，水开后再煮3分钟，我们的黄桃就煮好了。这个第2种做法呢，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明白，我又削了几个黄桃，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。煮开以后呢，把我们之前瓶子里面没有煮好的黄桃也给它倒进锅去，一起再次给它煮开就可以了。喜欢吃软烂一点的，汤比较入味的，多煮几分钟；喜欢吃果肉清脆一点的，就煮3分钟就可以了。盖住盖子，焖到自然凉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啦。好啦，我们的黄桃已经煮好冷凉了，现在分别给它装入玻璃瓶里面。要想让果肉多装一点呢，就先放果肉；要喜欢喝里面的水呢，就先放水。这要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装。哦，对了，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煮黄桃不可以用铁锅煮哦，用铁锅煮会氧化变黑的，水呢也不会清澈。好啦，我们的黄桃罐头已经装好了，使劲把盖子拧紧，拿过来让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和卖的一样呢？汤汁粘稠浓郁，果肉金黄诱人，看着都有食欲哦。但是现在吃味道是非常的棒，放时间长它就会坏掉的。要想放时间长，必须还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黄桃全部装好以后，使劲的拧紧盖子。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注意事项。这个盖子不能用太旧的盖子，变形的盖子是不能用的哟。这表面平整，有一点稍凹下去一点点，这是正常的，这个是可以用。但是上面要是这样鼓起来的，那样的盖子是坚决不能用。盖子检查完以后，确保完好无损，然后拧紧盖子，瓶口朝下，凉水下锅煮，水开以后煮15分钟就可以了。竹子上面有一只水滴，像这样来回的转，它不容易掉到下面，这样就是保证它是不漏气的，不然的话就前功尽弃，就算这个瓶子还要重新搞。锅里面有热气，看不太清楚，这是我刚刚煮好的，我给它翻过来让大家看一下。瓶底上面总是有一个水滴，随着转它都不会掉下来，像这样是保证瓶子是不是漏气的。哇，好烫呀，烫死了。介绍完从瓶底怎样观察以后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从瓶上面怎样观察。从瓶盖子上面看，瓶盖子往下有一点点的凹陷，像这样就是对的。假如说它是鼓起的，那就是不行。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一瓶罐头呢是连瓶子在水里面煮的，里面的水呢也比较清澈，果肉呢也比较清脆饱满，适合2次加工，比如说做蛋糕什么的。这边的2瓶呢是直接放进锅里面煮的，里面的汤汁浓郁香甜，果肉呢软烂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。像这样做出来的罐头放半年都不会坏哦。为什么不说放1年不会坏呢？因为我每次做完以后放半年就吃完了，下一次一定要挑战是不是能放1年。为了让你1年4季都能吃上自己做的黄桃罐头，今天就多讲解了几分钟。你要感觉我做什么事非常的认真，就按住视频下面的大拇指3秒钟，给我点赞加留言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